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有几个关键的坐标你把它记一下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我们第一题这些元件就是按参考这样讲义的位置那有几个元件的关键的坐标你要记一下然后第一颗我再重复再复习一下，第一颗这里这个的坐标我们上次这样从这边开始算嘛，其实你可以把它的坐标记起来，它是500，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一点是500呢？x 轴是现在是要看这边这个 xy 轴你滑鼠移到任何的坐标位置，它就跟着同步改变 xy 轴。好，那这一点现在是3650因为它现在是用图框图框当原点图框的原点应该是在这里了这里这个图框在这里，有没有？这边是00，有看到？这边你看 xy， 我移到这一点是不是00？那我们这个板子实际的板子它这个边有标示坐标你到时候拿到实际的模板这边有标示那个坐标它的，然后这边也有所以呢，它这个是有坐标的可是它坐标的原点呢它模板坐标原点是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所以这一点，然后呢，这边是这边往上就是100密尔一格就是100密尔或者100密尔这个 y 轴100密码，x 是0然后这点呢就是100就是 x y 轴都是100密码，以如果这点为原点100这也是200，x 轴有变300、400、500，然后往上就 y 轴就这样就100了，200、300、400、500，所以这一点坐标是500，500。那你现在可是你这边看不到500，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原点坐标预设值是用图框原点所以我们要再改一个设定只要偏好设定呢有改变，等一下记得7.0要重新备份所以一般7.0是今天要下课之前那把那个7.0再做备份就好了因为你可能陆续了会去改里面的设定等一下我还会再改一个，现在目前我等一下会马上要改一个设定把原点改到这一点这点当原点，叫格点原点格点原点好，那我们再怎么设呢？注意听偏好设定进到偏好设定里面又跑这个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原点和轴，有没有看到 PCB 编辑器里面有最后有一个原点和轴这边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是用图框，对定只是用图框原点，我们等一下把它改成网格原点，这个也可以这两个都可以，因为这两个等一下都可以设定把原点的任意的设定到不同的位置这两个都可以。图框原点是没办法变的，图框原点就是整个图框的那个最左上角那一点，这两个是可以设定的，所以我们要把显示原点呢改到这两个其中一个，那我建议改成网格原点网格原点然后呢 ，xy 轴的坐标呢，我们把它改成跟数学的那个 xy 轴坐标方向是一样的我们 x 轴是右边是增加了，所以 x 轴是对的。y 轴它的内定值是向下是增加的所以它为什么把图框原点放在左上方，不是放在左下方因为它就 y 轴是向下的可是我们习惯了xy 轴应该 y 轴也是向上的，往上是增加的，往下是减少的所以这边的 y 轴的增加的方向要改一下都改成这样子和向右向上这样子然后网格原点所以改这两个好，对，这两个改好了就好了确定。好，那我们现在要去设定网格原点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位置我们依照一下这个3100跟5500网格原点应该也是在图框原点好，一开始没有设定之前，全部3个原点都在左上方那边的图框原点那现在呢，我们改成用网格原点以后呢这点是往下了，往下的话我们把 y 轴改成减少的嘛减少的话就变成-5500，有没有看到-5500就不用理它。我们现在去设定一个网格原点网格原点的设定呢，在这里编辑里放置对不起，放置里面放置里面呢可以放2个原点就是这2个原点有没有
刚才看到一个钻孔原点跟一个网格原点啊，这两个是可以设定的啊。那我建议用这个网格原点，因为网格原点有一个快速键啊 S 啊，所以我可以不用进去里面选，我就按那个在因素模式按一下 S 啊，键盘的 S 按下去啊，十字就亮起来了，然后就叫你定网格原点，那就定这一点啊。你看它点到要一点啊，这一点才是原点啊，点下去啊，这样就设好了。你看现在 X Y 轴哈，底下那个 X Y 是不是显示00啊？这里啊，你看这里是不是00啊？因为现在原点已经跑到这里来了啊，网格原点，所以这一点是不是100 100？然后这点是不是500 500？有没有？啊，所以这点坐标就是500 500啊。你要把网格原点设在这点以后哈，然后这点就500 500啊，所以这点的坐标记起来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跟讲100的位置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电阻哈 ，R1 的右边这一颗哈，这只接角哈，这个接线是往这边跑的哈，一开始方向是颠倒就180度，我们要转过来了啊，所以以右边这一点第一角哈，这一点是2800啊，它的坐标是2800，把这点记一下。不然的话你就要记从这一点往下3格啊，也可以啊，或者直接记它的坐标也可以啊。这点记一下啊，3000、2800，那其他的照顺序哈，隔200密尔啊，这边少掉200啊，这边往下减少的2400有没有？2200啊，然后都照顺序，只有 R12跟 R10的顺序对调而已啊，这两个要记一下啊。好，所以呢记500 500。3000、2800，还有这个显示器的左上方这一点，4000、2600啊，4000、2600啊，或者你记这一点往下1、2、3、4第5格啊，或者你可以有几种方式可以记啊，直接记坐标，记这一点往下5格，或者记对应哈这一点的往下啊，它的左右是以这一点往下，然后呢这一点是往对应 R2 啊。R2 的这一点同一个 Y 轴啊，用这两个关键点去对应啊，去记也可以啊，看你要用哪一个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因为你到时候没有讲义可以看啊，检定的时候没有讲义，没有这张图可以看啊，所以你要把这些关键的这些坐标零件坐标点要把它记起来啊。有几种记的方式，第一种就是直接记坐标数字啊，第二个记以靠近这个白点的第几点啊。用这点当参考点，然后去推哈。第三个就是用其他元件去对应这样子用这种几种记忆的方式去记住它的坐标位置。好，那这四颗其实就不用去记了啦反正这一颗已经是连 R9这个 B 角连的 R9，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放在 R9过来它隔个一个就隔200密你要隔100密也可以只是说会靠得太近，靠得太近你要焊接不好焊接单芯线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长度才比较好焊接你焊过单芯线就知道。然后呢 Q4 跟 Q2要对调因为R12跟 R10也对调了，所以它的这两只电晶体也要对调不然是1 2 3 4变成1 4 3 2那 Q4呢，它的 B 角已经是对应它连的这个这个 B 级的电阻嘛所以这条线一定是水平的一定是在这个 Y 轴上面，然后它的 C 角要接到上面来好，那这个 C 角这个 Q4刚好接这一点，所以刚好就是直线下来直线下来所以这个不用去记你这两个这些位置都放好了以后呢，你电晶体就根据这两个元件呢去对应就好了然后再下来 Q3 的 B 角已经是对应 R11嘛，然后 C 角呢因为要绕到上面去嘛，所以你要从右边绕过去嘛我这边呢就以这个 Q4 决定以后呢，这边中间隔一格这个零件中间隔一格来放你要放得更右边也可以啦，只是说已经靠近板边的啦，所以不需要放得太开了从中间隔一格就好了那最后一个 Q2 的 B 角一定是对应这里R10，然后呢它的 C 角也是一样，间隔都抓一样这边一格，这边当然一格嘛这个是从上面绕上去的所以这几个关键坐标你就是因为考试的时候检定的时候呢，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你就是把这几个关键点的坐标记一下大概要记3个，1个、2个、3个
然后这个电晶体是根据这两边的元件摆好以后呢，再来放啊，这样了解吗？啊，好，那位置照这样放好以后呢，我们要开始来布线哦，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布线呢，我建议从这边开始布啊，然后从这边一直布下来啊，从这边左边这边电阻的左边这边把它布完，再来布这边，再来布这里啊，很快啊，如果熟练的话呢，应该是5分钟之内就布好了啊，来，开始了。布线啊，那布线呢，我们用20密尔的宽度啊，20密尔的宽度。然后我先切给你好了，你先把原点设一下啊，把那些环境哈改好啊，就是电路图顺便改一下啊，改那个网格线跟颜色，然后电路板这边呢改锁定的这个透明度啊，还有改那个网格改成1.5啊，然后设定一下啊，那个原点跟轴啊。改成那个网格原点跟那个 Y 轴向上啊，增加，然后呢设一下 S 哈，设掉网格一点，把它设这一点啊，先切给你啊，把这些刚才老师做的这些设定啊，把它先设定好啊，等一下啊，同学们啊，好，我们开始要布线了哈，所以刚才前面是调整这个，我因为没有录影到，再重复讲一遍啊，这个零件啊，这4个零件的位号啊，把它文字移到适合的地点，方向转正。然后补上 J2 跟 J3哈，要都补在这一层啊，这个顶层湿印层啊，这层会印出来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布线了。那布线的时候呢，用20密尔的线来布哈。20密尔的线呢，它没有啊，它会用它这个内定值哈。内定值的话呢，太细了啊。内定值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了啊，在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电路板设定啊。的设计规则里面啊，它有一个预定义尺寸啊，不是，没有，它是属于这个网络列表啊，它会用这个 default 的这个线啊去布，然后你看它线宽是7.8密尔啊，7.8大概7.8密尔，那太细了啊，我们要20密尔的线去布啊，所以这一组的线宽是不适合的。那当然这边的不要去改它了。这个 default 哈，不要去改，我们自己去增加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边预定一尺寸啊，这边就可以加一个布线的宽度，这边就可以加进去了啊。所以从电路板设定啊，这边可以加啊，这个一种方式哈，就从这边进来的啊。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从这边进来会比较快哈。这边预设的宽度呢，有没有？它是使用那个网路类宽度，就是刚才那个 default 的那个啊。7.8的那个，它只有这一组而已啊，预设的。然后现在我们要用不同的尺寸啊，所以我们可以点这里就直接进去那边去改了啊。编辑预定义尺寸啊，那就到这边来了，有没有？所以刚才要从这边进去，要从这边进来，都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加一组，这个按钮有做过哈，20密啊，Enter 啊，因为现在是英字啊，就打20 Enter，那就20密啊，我用这一组宽度来布啊。全部都用这一组，好，那我们现在布的话就把它切到啊，这组跑出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加了这一组宽度哈，选这一组啊，好，我们就开始布了。布线只能布在 VCU 啊，层把它弄好啊，好，那我要把它这个第一次用呢，我觉得暗显比较好了啊，这样的话会比较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暂时不要显示了啊，就是淡淡的而已啊，它也变淡了，有没有？还是看得到啊？它只是变得很淡哈。好，我们开始布了。好，布线 X 哈。啊，第一条，参考这个讲义哈，它即使都是平行的啊，最上面这一点配到这边的最上面这一点啊，然后这边有五条线啊，把它先布好。啊，J2 只用到5条啊。好，点它，然后呢过来往直的，你不要这边就转下来了啊。这边转下来，等一下后面还有4条，会没有空间可以转下来啊。好，那在这边转下来呢，因为只有5条而已啊，那你这条在这边转下来的话，会太靠近它啊。那既然有空间，我们就离它远一点啊，因为你在上焊锡的时候，这边也要上焊锡啊，因为这个间隙会很小，如果你放在这里去下焊锡，这样焊锡会很接近，啊，一不小心就可能连在一起啊。
一点点连在一起你就做不出来啊，而且你又看不到啊，没有太细的连接你又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能离远一点就离远一点啊，所以呢离它200米的地方转下来啊，转都转直角啊，这边就多空了一格哈，这样的话就离比较远了啊，一去一回啊，一定是这样的，那也是200米啊，啊，空间够啊，然后一去一回啊，很快的这5条线就布好了，哎。好，第5条刚好越过它，有没有？所以要摆这个坐标是有意义的啊，让这5条可以刚好越过 J3，有没有？哎，如果你没有摆到这位置，你摆的比较低往下一点的话呢，你这一条就要往上，就会被这个卡到，然后你就要转上去啊。然后线这样的话就可以布直线啊，不要转来转去哈，那可以节省时间。你有布过这个单行线就知道，直线是最好，布直线是最节省时间的啊。转弯太多，你就会很花时间啊。好，那这5条布好，要再来往下这边布哈，这边就直接连到 J3 了哈，这一点直接连 J3，有没有？然后因为你们分的组别不一样哈，你们左边的用的这个 J2 的5个点呢，可能就看你分配的组别是哪里啊，有可能这13点的连续5个点的上下位置会不一样啊，那都没有影响哈，反正。那5点的最上面这一点就是接这一点嘛，你就从这边就转过去就好了啊。所以不同的组别呢，只是这5点呢可能会往上啊，往上移而已啊。我现在这个是参考图啊，题本的参考图，它连接图的是最底下的这5个点啊，你不同组别可能就是在往上一点点啊，有的可能会跑到最上面来啊，反正就上下移而已啊。我那个讲义上面也有说明啊，这边有没有？一朋友上下调整位置啊，有没有？有，就是说你分了5个点，就是上下移而已啊。你的电图就画好了啊。那你分的组别是连到哪几个 I/O 角啊 ？J2 的J3 的话呢，这7个啊，也是上下移而已啊。只要这个7个接角有涵盖它指定分配的那5只角在里面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上下移而已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差哈。你到时候布线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往下移，那你这条就是要转下来再过来，就没办法直线了那如果是刚好最上面的话呢，刚好这一条线是直线过来啊。好，然后第2条就要转弯的啊，我要讲一下，第2条转弯往上布我直接看纸本好了。怎么跳到这里啊？好，看不用再切来切去啊。看的讲义看的会比较好，不用再看电子档啊。看一下，我这张是第2题啊，第1题。好，第二点就是往上直接就往上了不要出来再往上这样的话就转一个弯而已。你如果这样出来再转上去就转2个弯那这样上来就1个弯而已那弯越少越好越节省时间。那这一点一去一回，这一点就没办法了，这点要转2个弯那这边就是空间够不要在这边转太靠近了然后就在这边200米地方转然后一去一回。好，这边就不能200了这边就要靠近一点因为这边有好几条线这边就是100这个垂直线的间隔是100好，一去一回。好，这最后一个了那最后一个就这一条。好，那你最旁边的刚好都预留离这个格点呢预留一格，中间就只能100而已好，你看这边就布好了这个电阻左边全部布好了，有问题？好，接着开始往右边电阻的右边布好，那从上面开始布这一条这个稍微这边就会比较复杂一点这边就稍微关键的一些点你把它记一下这一点点下去是要连这一点那你习惯上就从上面下来，对不对？错你这样上面下来，等一下这一点就被包住了，这点就没有位置可以跑出来。所以呢，你记住一个原则，电阻要连到7段显示器呢，都是从中间进去不要从外面，大部分都不要从外面进来
一开始就从中间进去哈，好，所以呢这一点就好。那空间够这边可以，这里往下转也可以，也可以空一格再转也可以啊，在这边就转下来，然后这边过来上去，好，然后这边就不要一去一回了，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了，所以都从左边过去啊。第二点啊，要连在那里，有看到？好，第二点。好，那也是从中间进去再过去哈。那你又说我可能会这样布哈，啊这边空间够哈，这边都是200米啊，这个垂直都200米啊，空一格就转下去啊，200米，你会从这边转下去哈。可是呢，这边这个点第二点要注意哈，这个空间哈，这个 R1 跟 R2 中间的空间，等一下会有一条线从这边走进去。那如果你这边距离只有100米的话，就在旁边的话呢？那这条线到这边就没有位置可以走了，所以这边要多让一格出来。这等一下中间会夹一条线啊，后面的线啊，所以这边要空出来啊。R1 R2 中间要留一个通道给后面的线走啊，所以要记住这个原则就好。比下去，好，那这边要留一个通道哦，对，好这样子啊，这边要留一个通道，有没有？等一下有一条线会走进来啊，R1 R2 要预留一个通道啊，记得这样。好，再来就大概是没什么问题。R3。R3就要往下走，还好这边都是200米啊，都是预留通道，然后这边就不用，这边就没有预留了这底下就这样走了我尽量留给后面R3R4这就走进来200就这样就只有这条R4而已就没有现在会在走中间的，只有预留这一条，等下后面只有剩下这一条会走中间而已好，再来这一条，过来。那你说，对不起这边不管你分到哪一个组别，右半部的这边的布线大家都一模一样，分的组别不同，只有左半边的这个电阻左边的这一角会上下移而已，这边大家都一样所以你就把这个路径呢就是记熟就好了然后就这样过来，然后再 R6，好，这个 R6呢比较特殊一点前面五支都是往右边走，那 R6呢这边走过来就整个都包住了，有没有？把这些还没配的这角全部都包起来，就后面的就不用走了，就会跳线了所以这个 R6比较特殊 ，R6呢这边不能走，那我就往反方向走就往这边走R6往左边走我这边进来不能到上去预留通道就是给 R6了这点用的R7 R6要特别注意一下，R8从这边进来，好，再来就直接连，好，然后这条呢，这边会包起来不行会把后面的点都包起来，所以就要往这边走这条才是走这里然后再来这一点就直直拉上去，这边都是往上走的好，那这边空间够，我们就往上多走一格再下来这个走上去最后一条线会跟这边呢是同一个水平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漂亮是没有加分只是说反正没有差，就尽量弄整齐一点对称一点好，再来就是地线而已地线这条走里面下来接地然后这边的接地在里面连接因为上下都被包起来了，只能往左边走跟它连，好吧？好，这边要自己结束完成布线过来，好，布好了所以这边呢 R6特别注意一下R6 R8往左边走的这两个路径特别注意一下，然后 R1 R2要预留一条通道然后 Q1 是往左边，往左边走有3个 R6 R8跟 Q1 的吸角好，给你因为已经有打过了啦所以你可以切到这边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你不用再打一次字图框设定，然后先把这个名称过去然后日期好像没有加进来
好，名称，对，然后你们的岗位号码哈，再改一下哈，因为这一次是用那个专题制作的分组，所以你现在坐的位置跟上一次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啊，那你就把它改成那个，呃，好了，那这边就不用岗位号码了哈，哎，就把它改成座号好了啊，改成座号啊，哎，座号，哎，那检定当天是用岗位号码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啊，我顺便把它改成那个数字啊，把这个文字复制，然后把这个岗位号码改成座号啊，确定，然后再回来这边，然后再进到它的图框设定啊，然后标题啊贴上去，没有，这个不是标题是它规定的那个啊，剪下来啊，我这个是放在注释这边啊，这个是自己补上去的啊，检定的时候这个不用打啊，只是我们练习交作业的时候这个要打上去啊，确定。然后再回去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扣啊，再进来一遍啊，这个一定要打可是现在我们按照我们练习的格式去打的啊，确定，回去，来，好，这个标题对不对？标题它检定当中有规定，这个是数科检定号码，这个是岗位，那现在我们练习呢，就是改成这样子就是你的组别两个组别的英文代号，然后后面接学号，dash 利用后面加座号改成本来是岗位，现在改成座号，这个日期把它补进来确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东西了就变 email 了这是 email。所以上一次这个没有做到这个改变的话，我再从头讲一遍先选可以选到它，按右键进到封装编辑器去编辑它，然后呢你就可以选起来，就也不用切了，直接选起来直接刮弧选起来，然后进到这边。然后就是这个图形像这两个打勾，这改成 user one 然后这个粗细改成，我现在改成4密看看就把它改回去，人家再改回来，用好，这个没有选，这个没有打勾就选不到所以这个要打勾才可以选得到，要反白，再一遍然后我再把它粗细改粗一点，4密变粗了，有没有？4密好，那你如果是私密就是这样子圈，这个要打勾圈起来，进来这边，然后这个打勾，这两个打勾改成 user one 就 user one 那一层，然后这边就改成一密就全部就一起改了，应用确定好所以这边它就变一密了改好以后就存档回去关掉就好了那这边就改掉了就细细的档案列印列印或者按这里也可以这个列印这个是绘制，我们用列印第一个 FCU 这个我们先不用印，先不要打勾，因为我们等下要印之前可以预览如果觉得要用的话，就打勾我看这个差异在哪里。好，再来这一层F sticker screen 然后 AG cards 这3层然后再来多一层user one 这一层。好，然后列印图框图纸，钻孔标记它预设只是实际钻孔尺寸它会有一个空心的洞，我们把它改成第一个无钻孔标记好，先列印预览。好，这个看起来是可以把它多打一勾，打勾这个看看这差在哪里，这一层好像没有差别对，那这一层不用打勾的话，有没有看出差别吗？没有
对，我忘记我那以前那一层不知道画什么这个不用打勾这个好像是为了要让它画出那个实心孔我后来是用这个你看如果这边实际尺寸然后你看好像猎鹰蓝它是不是有一个空心，有没有空心的洞出来然后呢，如果你不改这里，你把这一层打勾它就还是一样没有差所以那个这一层就不用打勾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改成这个4个地方打勾 ，Edge Colors， 然后还 User One， 然后这个改成无专款标记，这样就好了。猎鹰蓝那是猎鹰好，然后猎鹰的时候呢，不要直接从印表机印出来那印出来就是单面而已我们因为它要求你要印出 PDF 档，那我们先产生 PDF 档，以后再用 PDF 档去列印就好了所以他说猎鹰是打开 PDF 档去列印，所以我们把它改掉印表机改成第一个微软的这个 Printer to PDF 印到 PDF 档写到第一个然后这个要横印因为我们这个是横的横印，可是它没有支援预览其他印表机有吗？也不支援所以这个都是横印PDF 横印好，这个不用打勾了因为我们印到 PDF 就是档案的这个不用理它就这样就好来列印好，来问你要存在哪里存在同一个地方专案的地方名字就改成零界面加个座号，到时候你们交上来的时候呢，我就用座号来区别这个是谁的底线对许了减号加个座号存档。好，那这一面就印好，就关掉再印第二面然后就回来这边然后改一下就可以印第二面好，那第二面呢它的设定选项是这样子FCU 改成 VCU， 这个不用打勾，其他的就跟这边一样好，这边就是改一个地方而已这个 VCU、FCU 不要，这两个交换然后右边这边呢要映像列印焊接面要映像这个没有打勾就0分就不及格要打勾映像列印题本上面有讲映像列印，其他都一样就是改成这跟第一面差别不大只 FCU 改成 VCU， 然后这个映像列印打勾就好了那就列印一栏。好，那应该没问题你看它这本来这个在左边嘛，那列一列就是跑到右边来列印一样 PDF， 然后横印横印，然后一样列印，然后这个就要写焊接面。它没有检定的时候也没有指定档名要什么了电子档这个列印的电子档所以我们就取这个名称到时候你就取零界面跟焊接面就好了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加个座号，因为这个要交上来我会打成绩好，焊接面存档，好，关掉，关闭这样就出土了好，那到你那个资料夹位置其实也不用过去了来，那这两张图就产生了，有没有看到？点两下就可以打开PDF 档好，那因为它2张是独立的档案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合并列印的时候把它合并一下就好了然后反正它检查的时候会检查这2个电子档有没有产生好，那列印的话呢，要用可以编辑的 PDF 的便利程式可是我们这边没有装因为那个要钱所以网上呢有免费的线上版的所以就去用线上版把它合并就好了所以我们在 Google 这边打一下可是你在检定的时候是没办法上网的所以你就是一次只能印一面印出来以后呢，再手动的再把它翻面再印第二面这样子这样我们现在练习就是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因为可以上网，可以用线上版的啊。好，那就打合并令，不是合并令，合并 PDF。好，把这个合并 PDF 档或 PDF 都可以啊，打这个关键字啊。好，然后这边，哎，所以 Adobe 也有出这个的免费版的，哎，本来可以用吗？我没有用过，我都用这个了啊。我看看这个官方版的可不可以用？啊，也可以的啊。Adobe 它有出这个线上合并的啊，他们用它的啊，因为这个 PDF 档就是这家公司它推出来的啊，它的原创啊。好，Adobe 啊，选取档案。好，那就在刚才的你存的位置，周叠是要加，我们是 B 组啊。第一题layout好，这两个档案应该两个可以一次选了啊。那这样顺序会不会一样？没关系哈，这样印的话顺序没有差哈。好，按 Shift 啊，两个一起选啊。好，那这两张档案就可以合并啊。那和您这边跑到下面来，这个校分顺序吗？不行啊。可以啊，要脱译了，哎不行啊。第一题可以啊，要脱译了，把它换一下。您这边第一面啊，然后这两个要合并啊，打勾，合并。用它的这个哈，它步骤比较多哈，好了比较麻烦啊。刚才第二个那个 iLove PDF 啊比较简单哈，你可以用第二个试试看啊。好，你看它两张就合并在一起了，有没有？啊，然后下载啊，没办法在这边直接练啊，所以你要把那个合并好的档案再把它下载回来啊。这个是合并的一样放在同一个地方好了啊。好，这个这它会加一个合并，用第一个档案的名称加一个合并啊。好，存档那怎么打开？好，你看就有2页了，有没有？第一页、第二页，好，那就用这个来列印啊，来列印，然后就选我们的印表机了啊，显示更多。你们应该只有一台那个 Canon 的印表机，你就选那一台啊。老师是用这一台啊。列印的时候打开啊。更多设定要打开哦，要确定那个双面列印是有打勾的，然后我们要短边的，因为我们是横印，所以短边翻页哈。你如果长边翻页，它上下会颠倒哈，背面会上下颠倒哈，所以你要改成短边翻页啊，在左短边翻页啊，双面列印，短边翻页，好列印，好列印出来没问题了，就开始我现在画材料就开始焊接了啊。